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DOTA 2新手决视频啊！咱们今天来讲这个幻影长矛手的一个比较平民化、比较简单化的一个用法，就是所谓的丢毛猴啊。它以那个散失啊、辉耀啊这种持续消耗为主，然后非常适合新手去学习跟练习啊，因为并不存在那些什么所谓的切入啊、什么时机啊的，你只需要在后面丢毛就行了啊，就能打出非常非常高的伤害，且敌人根本没有办法针对你啊。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新手学习啊。咱们今天通过这期视频，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幻影长矛手这个英雄的用法。DOTA 2出现卡顿，延迟高，推荐使用藤油加速器，时长可暂停，加速延迟低，热门游戏均支持加速国服，可免费使用，充值划算68，相当于开了张年卡。右下角 CDK 输入强哥有53小时体验时长。好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英雄啊。这个英雄是一个近战的这个物理核心啊，反正就是这个初始属性很一般，是吧？57的攻击力，3点的护甲，285的移速很慢啊。然后成长2.2、2.8、2.0啊，成长也比较中庸，是吧？但是问题不大，反正他这个家伙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后期英雄吧，啊，中后期的英雄啊。一技能幻影就是丢毛啊，就是灵魂之矛，丢出一个毛啊，会对敌人造成伤害，并且对敌方造成减速，而且同时能创造出一个幻影长矛手本体的这么一个幻象。持续的攻击这个敌方单位啊，咱们看一下，一级的话是70的伤害70的伤害，满级280。一级的时候是14%的减速，满级35%，减速持续时间都是3.75秒。然后这个幻象持续时间是2468啊，那个承受4倍的伤害，继承20%的攻击力啊。然后施法距离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 ，CD 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而减少。这个技能是中期开始有了基础装备之后的核心技能啊，注意我的措辞啊。是有了基础装备之后，中期开始才会用这个技能为主技能。在前期对线的时候，这个技能几乎是只加1级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技能耗蓝太高了。你看一下1级的幻影长矛手，一共才327的蓝，对吧？就算你前期要出个系带，对吧？买2个树枝，一共也就375的蓝。你打到3级了，还是一把他妈恒定，对吧？因为它恒定，比如对线的时候，你大概扔3个毛。就最多4个毛就没有了，且这个技能，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你1级的时候你丢毛，然后丢上2个，2级的时候再丢1、2个，这个蓝就没有了。它的这个耗蓝很高，但是伤害和效果在前期来说是很差的，因为你这一毛打上去，后面那个幻象 A 人也不疼啊，因为你自身没有攻击力嘛，没有属性嘛。说这个技能在前中期对线的压制力，说实话是很弱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就只加1级就够了。然后主要还是以后面的技能为主啊，咱们慢慢讲，你就懂这个英雄的这个加点的一个用法了。好，2技能神行百变啊，这个时候咱们得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创造出2个幻象，这2个幻象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第一，在这2个幻象创造的这一瞬间，就是就这个消失的瞬间，其实就相当于你开了一个分身符的那个感觉，只不过持续时间很长啊，它这个持续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对这个猴子本体施加一个弱驱散，也就是说是对方有一些什么持续掉血呀，对吧？减速啊，然后很恶心的那些技能啊，然后你都会因为这个技能把它那个驱散掉。就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剧毒术士，对吧？给你喷一口瘴气，哎，你看中了这个瘴气了。我一个分身，哎，就驱散掉了，这个瘴气的这个 buff 就没有了。他给自己施加一个弱驱散，这个很重要啊，且能在这个无敌的时间，就消失的这段时间内躲掉敌人这个伤害，是吧？一些技能啊，你都会靠这个技能来躲。同时更重要的，它创造出2个幻象是效果不一样的，一个是有攻击力的。哎，一个是没有攻击力，但是那个有攻击力的话，它的这个受到的伤害很多是承受5倍伤害，没有攻击力的那个伤害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承受伤害啊。咱们来看一下效果。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金猴子，有亮猴子跟个暗猴子，很明显，对吧？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暗猴子，很明显它受到的伤害就很高，对吧？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亮猴子，这个亮猴子你看。这个剧毒打它掉血就很慢，就跟打本体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说猴子的这个欺骗性就是通过这2个幻象来定的。因此，你们在这个斧王岛上玩猴子之前，先在斧王岛上做一个编队。就比如说咱们给这个亮猴子随便编个2队啊，或者3队啊，都行啊，对吧？你们只要知道我编了几队就行了。然后在实战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们要被敌人抓了。该怎么做呢？首先，这个东西是可以跨越地形的，你知道吧？是可以跨越地形的。好，一跨越地形，立刻摁到你那个
编队的那个亮猴子就往过跑，对吧？同时呢，这个往这儿跑，这个往这儿跑，然后首先这是第一种办法，第一种办法的话就可以让敌人就是你3个幻象同时往3个方向跑，然后敌人就没有办法抓你，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假装亮猴子真的，这2个假的，剩下的2个是假的，你剩下这2个，对吧？这2个你就可以去自动攻击啊，然后这个跑，你看这么一跑之后迷惑性特别的大，因为就像分身符一样，一开2个在一起并排走的，肯定都是什么？肯定都是那个假的嘛。甚至你可以再迷惑一点，就比如说你把这个变成2队，举个例子啊，你把这2个变成1队，于是乎你就2往右键一点，对吧？1往这边一点，然后你就会造成这种2个同时跑，1个同时跑，对方80%-90%都会认为这个亮猴子绝对是真的，因为他一打你发现受到的伤害还比较正常，所以他大概率就会追这个，然后你自己就跑掉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啊！因此你们在玩猴子之前一定要做这个操作，先来斧往岛上编队啊，是吧？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就是这种感觉，你把这2个编一队，这个编一队，然后同时跑，敌人根本就抓不到你啊。然后就算敌人发现了这个，或者敌人比较聪明，他派了1个有控制的人去盯他，2个人去盯这2个，这2个你再怎么办？这2个你再分一次嘛，对吧？这2个你再分一次，比如说这个跑了，然后呢这个往这边跑，这个往这边跑，对吧？这是第一步先拨亮的，第2个是这2个一起跑，然后敌人被迫的又得1个人去盯他，1个人去盯你，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大概率还是有机会跑掉的。所以说猴子这个英雄用好2技能是在团战里面很厉害的，首先能驱散，其次能躲技能啊，第3的话能用这种各种欺骗性的东西来帮助你逃命拉扯。啊，然后看3技能幻影冲锋啊，这个技能才是核心啊，这个技能才是核心，效果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进攻敌人的时候看，现在是关掉了，这个关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效果，是吧？没有任何效果。但是如果你一旦开起来，就是那个左键点一下啊，左键点一下开起来了，然后靠近敌人一定距离的时候，它就会冲锋，并且获得一个 buff。然后这个 buff 的持续时间是 1.5秒，冲锋距离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来，咱们看一下，我加满了的话，刷新一下这个技能的 CD 10、13、17、4啊，这个技能的 CD 就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而越来越缩短，满级只有4秒。4秒钟的话，你冲锋啊，你看，sorry， 我没有摁它哈。然后看这是冲锋，身上带了一个 buff， 对吧？获得一个敏捷加成，这个敏捷加成有10、20、30、40，也就是你只要冲锋开起来之后呢，你在这段时间内去攻击敌人啊，都会获得一个40敏捷的额外加成，因为它自身就是敏捷那个英雄嘛，所以说你会获得一个高额的攻速跟高额的攻击力的加成，在这段时间内，且它有一个825的这个冲锋，它能干什么？就首先是冲阵切后排嘛，对吧？冲阵切后排，对方的脆皮酱油啊，什么一个雷昂，你敢过来放技能，发现你了就直接冲过来就点你了，对不对？就这种感觉，让雷昂跑不掉。第二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结合2技能实行百变，再次进行一个逃跑。比如说我们在野地，一开始也是这样子的啊，我先把这个亮猴子对吧翻过来，然后呢这边往这边跑，这边往这边跑。他们去分3个人抓的时候，哎，我去点一个野怪，哎，对吧？点个野怪瞬间就跑了。他可以拿野怪或者是敌方的小兵、敌方的召唤物，作为一个踏板。来进行一个加速的位移，它有一个825的加速位移，所以说敌方在这个位置追你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有个野怪，对吧？你直接一点，哎，就直接跑掉了，就是有一个加速冲锋的这么一效果，更加配合这个更加方便你在战场中拉扯跟逃跑。同时它也是前中期最重要的打钱技能，它这个在打钱的时候效果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就比如说我在打钱的时候，对吧？冲过去打，好，然后等这个结束了，然后呢，我有幻象嘛，对吧？往后拉2步，这个又好了，再打。好，然后这个结束了，往后再拉2步，再打，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它是其实在打野的时候都是这种操作的，就是去 A 上1.5秒钟之后呢，往后拉，你看这是2、1，哎，然后再点是吧？就是这种感觉，靠它的这个被动加成来持续的打输出的。所以说猴子这个英雄，你看前3个技能看似没有什么打钱技能啊，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打钱技能。但是呢，这个是为数不多的能让他在前中期加速他打钱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了，因为能加高额的敏捷加成，对吧？所以说这个，而且幻象也能继承嘛，所以说它这个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好，大招啊，哎，扔毛干嘛？大招的效果是这样的，就是它在攻击的时候会有概率，触发新猴子，就是我的普通攻击也能够产生猴子的幻象，猴子的幻象的普通攻击也能够产生幻象，哎，于是乎就出现了这种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我本体打能有幻象，幻象攻击也能产生幻象，然后咱看一下这个幻象的数量是有上限的，680啊，然后呢这个本体触发几率是40、45、50，然后幻象触发的几率是18%。哎，就大概是这样，能够继承一定比例的攻击力，承受6.5倍的伤害啊，就是这么一个技能。这个技能是猴子中期开始有了一定基础装备之后，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技能。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刚才忘说了一点，就是这个幻影冲锋同时也会被这个幻象继承的。你看这个幻象攻击它的时候也是有这个3技能这个免疫加成的，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技能就刚才说的，咱们有了一定基础装备之后，等级高了，攻击高了，对吧？然后你这个幻象继承的这个22%的攻击自然也就高了一些。于是乎一堆幻象去同时攻击敌人啊，这个是非常疼的。然后咱们来科普一下，其实这个游戏里面不是有很多道具，是可以被幻象继承的，就比如像辉耀，对吧？然后辉耀，然后散失啊，是吧？这2个道具幻象都是可以继承它的。看它升的满级啊，然后咱们来看一下，然后这时候我去攻击它，你看明显掉蓝了，对吧？而且它还受到了这个幻象的伤害，就说这个散失和这个辉耀是可以被幻象继承去攻击敌人产生伤害的。好，然后咱们来看第2个，就是说是另外的一些需要那个触发的攻击特效，就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大炮，对吧？啊，大炮。雷锤，暗灭是吧？暗灭，然后还有什么金箍棒啊，是吧？就类似的这种道具，咱们再来看一下啊。首先你看，它身上并没有那个暗灭的效果，对吧？同时打了这么长时间了，它依旧没有触发出雷锤的这么一个概念，金箍棒的概念也是没有触发出来的，所以说这些都是不能触发的。这个被动它是能跳红字的，对吧？这个被动是能跳红的，所以说这些道具它并不会因为猴子多而无限雷锤、无限金箍棒啊，然后暗灭减甲都不会出现的，就是唯一就是暴击能继承，对吧？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是。猴子它一般来说常出的幻象的继承的装备都是辉耀或者是散失这2件啊，最多就是这2件了，别的基本上都不怎么出的。好，然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魔晶跟这个 A 杖。魔晶一出的话，就是有一个主动技能，就是大招从被动变成主动了，然后摁一下主动，瞬间就会多出一个。向前跑的这个幻象啊，然后本体瞬间隐身啊，这是非常非常有迷惑性的这么一个技能，就像刚才说的，然后这么一走，对，而且你走的时候，对吧？这个幻象是没有卡顿的，这个很厉害，就是你在往前跑的时候，主动的按一下大招，这个正在前进的这个本体和这个幻象是同时产生的。对吧？在敌人眼里是同时产生的，几乎没有卡顿，所以说敌人并不知道你开了这个技能，你本体已经隐形了，以为这个就是你。所以说，如果有了魔晶，再配合这个神行百变，刚才说的这种小操作，对吧？然后什么的，在游戏中啊，哇，这个迷惑程度是拉满的，但是它毫无进攻性，对吧？它完全就是一个纯保命型的一个道具，因此它什么时候出呢？很简单，就是在十分劣势的时候。需要大家都出不去了，就只是需要幻影长矛手这个英雄去带危险线，去干很多很多危险的活，而且还经常容易被抓了还很容易死的时候，才会购买这个道具来帮助他进行一个逃跑。一般来说，在有优势局的时候，我是不推荐出这个的。优势局的时候，猴子并不容易死，而且他要把这个1400块钱去挪到正面装备上，会让他变得更厉害啊！只有在军事或者抹不开局面的劣势局的时候，才可能会出这个道具去让猴子带危险线啊！这是一个并列这个道具啊。或者说在劣势局你疯狂被抓，就是这种感觉。好，看一下 A 杖啊 ，A 杖的话效果是这样的，就是灵魂之矛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弹射2次啊，以英雄优先。然后那个灵魂之矛的这个幻象继承攻击力和这个减速数值就是有一个提升，变成了45%啊，继承30%的额外攻击力。咱们来看效果，不，sorry， 然后来，好。你看他这可以在敌方英雄之间来回弹射，然后这个弹射出来这个幻影长矛手，因为我是1级嘛，咱们把它加高点，就看得更明显。只有2秒的这个存在的幻象。你看这个伤害其实就很高，对吧？啪啪啪啪来回弹，且这个幻象存在时间很长，再加上大招的这个影响，幻象攻击又会产生幻象，所以说经常就是你一个矛丢出去，就打出了一堆的这么一个猴子的幻象，并且它这个是一个收兵很快的技能。当你灵魂之矛满了之后，咱们来看下收兵，你只需要扔一个矛，其实这个你就不用管了，这个幻象配合你的装备，比如说你身上有什么散失啊，是吧？那个蝴蝶辉耀啊，它就把一波兵清完了。因此打野打兵都是这种感觉，对着一组野扔一个矛，你就不用管它，扔一个矛这组野就死了，然后往第2个野点走。第2个野点扔一个矛，往第3个野点走，再扔一个矛，走到兵线上再扔一个矛，回到野地，重复循环，就是这么一个打钱的一个概念。所以说 A 杖就是猴子的狂战斧，就是猴子的雷锤辉耀点金手，就是它的标准打钱装。所以说 A 杖在这个现在的版本里面都是尽早出的，出了以后，然后去用丢矛去不停的丢然后保证你这么一个打钱的速度。
所以说 A 杖现在是猴子的一个核心中的核心装备，就早出必出，哎，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好，那咱们讲完了，说一下这个猴子的这个加点天赋，还有一些出装的理解啊。然后加点的话，一般来说1级的时候可以学个这个幻影之矛啊，就灵魂之矛来保证你抢符啊、减速啊，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或者说补刀啊。然后2级、3级可以推荐连点2级这个幻影冲锋啊，然后就是对线的时候用来补刀，然后因为就是像刚才说的，你往后站点，然后冲上去，突然之间加20多的攻击力啊，本来补不到的刀一刀就直接砍掉了，是吧？然后3级、4级的时候，反正就是4级的时候就是1级的矛、1级的神行百变。2级幻影冲锋，然后之后呢，主幻影冲锋有大加大，因为刚才说了，幻影冲锋是它增加爆发性攻击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技能了，是吧？能保证你打钱速度。然后之后呢，副这个灵魂之矛，然后有大加大，最后再把神行百变点满。因为你在前期把这灵魂之矛点满没有意义，第一你蓝不够，然后伤害不够，第二你没有 A 杖。它也就是一个单矛而已，是吧？就这么一个感觉。有了 A 杖之后，配合 A 杖同时出炉啊，灵魂之矛点满，一下子打钱速度就起来了。好，来看一下这个天赋，8力2跟灵魂之矛伤害，推荐点这个，就是无论你是打钱还是打架的话，这个不停的丢矛，总伤害量加成还是很大的哈。这个40灵魂之矛伤害虽然说有点少，有点少，其实8力量也行啊，但是加这个的话，因为它还会弹射，是吧？这个总伤害量加的还是蛮高的。这2个天赋其实我都挺喜欢的，看情况吧。对，那个打钱快推荐加这个。好，15级灵魂之矛冷却跟这个幻冲锋加成，其实这2个天赋也都好。然后只不过是什么，就说是灵魂之矛冷却的话，减1.5秒，它是从这个7秒减到了多少？5.5秒是吧？如果你后续要出这个其实牵扯一个后续的出装路线了。如果你打算比较滑，你打算是一个躺赢滑水型大哥，你后续要出玲珑心就比如说你后续要出玲珑心，再配合这个这个中立装备，你还要点法术棱镜是吧？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只有4.6秒了。然后4.6秒的话，你再点个这个，你就发现这个只有3.6秒。你打团战的时候，哇，那这个就巨爽是吧？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光在后面丢毛就行了是吧？出个什么辉耀散失之类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队伍中是比较缺输出的，我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啊，队伍中比较缺输出的，然后呢，你准备往后期打成一个真的物理平 A。进展盒，那么点右侧是相当必要的，因为点了右侧之后加2.5秒幻影冲锋敏捷加成之后，它从这个1.5秒就直接变成4秒了，对吧？1.5秒跟4秒的这个全体，因为它不光是你自己本体，你的幻象也会继承这个额外的敏捷加成的，所有的产生出来的幻象都会有这个40的额外敏捷加成，持续4秒。它对于总体的物理输出来说提升是很高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偏法系，一个偏物理系，这2个天赋都非常非常厉害。一个是要这其实也是一个出装的 build， 这个是要配合玲珑心跟减 CD 的中立装备，这个后续就是咱们说出什么那个冰眼蝴蝶，就是这种。往上硬钢脸硬 A 的这种装备，你就点右侧，根据那个阵容的需要看情况来点，好吧？这2个都很厉害啊。20级10%的兵力攻击跟300幻影冲锋距离，我推荐加这个啊，因为这个一点的话，你再配合这个并列的这个额外攻击力加成，你的这个整体的输出量一下就起来了。25级减4秒神行百变冷却跟这个致命一击，就是致命一击加24%致命一击，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所有的单位都有一个24%的这个2倍暴击，这个是一个明显增加输出的这么一个天赋，在你生存没有威胁的时候加这个完全可以啊，它会。直接配合20级的这个并列加10%的攻击力，让猴子的输出一下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一般来说，打物理系的时候加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右侧也很厉害，减4秒神行百变冷却就可以，百变冷却就变成那个怎么说，就从8秒变成4秒了。因为现在我还有这2个装备啊，就是来咱们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是6秒，如果没有的话是6秒，就是点了这个天赋以后，本来是10秒嘛，现在变成6秒了。如果有了这2个以后，就变成4秒了。在团战的时候。再配合咱们刚才说的，你再拉扯一下，哇，敌人根本看不清你的这个真身在哪里，你懂吧？就你随便拉扯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这么一直搞，然后敌人就是拿你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就是如果你在团战里面，你发现第一时间你是上不去的，敌人有办法去阻止你的输出，那么点右侧配合这个神行百变，不停的往出输出幻象，靠幻象的手动操作，就比如咱们说靠幻象的手动操作，去搞这个技能，你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因为这个还可以攒猴子嘛，对吧？还可以攒猴子。所以就是输出环境不好了，你就点右侧这个猴子越攒越多，然后你不停的分，靠这个猴子不停的去打击敌人啊！手动操作，每个猴子身上都有挂的这个，刚才说了15秒的这个2.5的，就是4秒的这个冲加成，
你的团战输出会变得特别的高啊，就是两个，明白了吧？一个是增加正面输出的输出环境好，一个是输出环境不好，你可以靠这个来打成一个主要靠幻象去打，而且敌人抓不死你的这么一个概念哈。然后呢，咱们说一下这个装备啊。装备的话，一般来说前期的装备很简单，就是这几件就完事了，就是系带啊，那个假腿啊，然后一个小毛棒或者一个大毛棒啊，就小毛棒就够，大毛棒不推荐出，因为咱们中期并不是以打架为主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直接 A 账啊，就是把所有的钱经济都直接投入到 A 账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推荐大家出一些小道具，因为咱们这个有了 A 账之后，你的毛是不停的扔的。是不停的扔毛的，所以说两个道具，一个是这个魂类啊，一个是就是说一人面罩和了一个王者之戒啊。其实这两个都是我个人的爱好，对吧？因为它回蓝嘛，这个是 0.8 的回蓝，这个是 1.5 的回蓝，然后出个这个其实真的挺好用的，因为你打的时候，比如说你切成智力腿丢毛，米涅腿上去 A 野怪，对吧？然后打完了以后智力腿丢毛啊，米涅腿 A 野怪。然后配合这个凝魂之泪，你的回蓝量就差不多了。如果再不够的话，身上再带2个净化药水，就能够帮助你过渡到中期了。这种回蓝的，就是持续的小回蓝装是一定要有的，一定要有的。好，然后那个中期开始可以出什么？就是散尸跟辉耀2选1啊，就是辉耀的话就是偏刷一些，能够让你中后期的爆发变得相当之强力，而散尸呢就是偏打架一些啊，这两个区别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出了辉耀，就是局势 hold 得住。现在你出山不出山，并不会改变太多啊，队友也能扛得住局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路人局，我就十分推荐出辉耀了，因为只要队友扛得住，你大哥刷的越肥，中后期出来的爆发力就越高嘛，对吧？所以说这是出辉耀。但是呢，如果说队友眼看就要崩了，你再不出来，对面就要滚雪球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补个散尸来出来打架啊，这个是一个被迫参战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两个中期其实都可以出，其实这3件套那个辉耀、散尸、A 账有了之后，你的打架就变得非常厉害了。打架的时候一个毛丢过去，每个幻象都有散尸，每个幻象都有辉耀。团战的时候你只需要就这么不停的 A 人就行了，就非常的简单的，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然后打团战就这么扔啊，就这么扔，很简单，对吧？那个输出也非常的高。你看这个30级的幽鬼是吧，都很疼啊，就这种感觉。后续的话，根据你的天赋来定你的装备，咱们刚才也说了，一套是偏甩技能的，一套是偏那个近战的，对吧？甩技能的话，一般来说就是或者其实甩技能的话可以出分身，那个可以出这个玲珑心，对吧？可以出玲珑心，这个是比较划水的，就是偏新手一些的。你在后面无限丢毛就 OK 是吧？然后配合一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反射棱镜啊，或者减 C 的天赋，这个就很厉害了。那疯狂丢毛，但是呢，如果说是队伍中缺刚正面的大哥了，需要输出了，那么分身斧是得有一个的。然后咱们说一下分身斧，记着啊，这个虽然说有弱驱散，这个也有弱驱散，但是呢，分身斧是物品，它是可以解沉默的。这个是技能，技能是不能解沉默的，因为你都被沉默了，你如何放技能呢？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养成习惯，不要一打团直接把分身斧就点了，然后为了增加那点的输出，如果对面确定是有沉默技能或者有紫苑之类的道具的话，这个一定要摁在手里头，把它当成一个解对方关键技能的这么一个道具来使用，而平常躲一些技能就用2技能躲就行了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有了分身斧了啊，然后你的不管是带线也好，带线你可以配合辉耀去带嘛，对吧？这个分身斧一开，配合这个幻象去带线，因为这个分身斧的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幻象持续时间20秒，配合辉耀很容易就把一波兵线推得很深，帮助你打钱，而且这个属性也非常适合猴子。后面呢，冰眼，冰眼。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个 A 杖一吃，对吧？冰眼、龙心2选1嘛，对吧？这个都是很好用的这些道具。然后你出了龙心或者冰眼，我就说2选1，都是属于一个偏肉装的，就看对面有没有那种什么所谓的回血哥了，对吧？然后呢2选1，后面还可以再出个什么蝴蝶之类的道具，因为这个版本蝴蝶确实非常的好用。然后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后续你可以再把这个什么散尸合成大散尸，就是这种装备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物理猴。然后可以在前期丢2个毛，看情况了，直接冲对方后排或者冲对方的那个核心人物，去配合这么多的输出装，把它直接秒了。要么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出玲珑心那种丢毛猴是吧？然后配合一些有攻击特效的装备去恶心别人也是可以的，看情况。好了，猴子的这个讲解篇就到这里，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实战实战中猴子是怎么玩的。